当地时间9月7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雅加达出席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期间，会见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第7次中澳高级别对话也于同日在北京举行，这是两国3年多来首次重启上述机制。中澳两国间高级别、高层次的互动传递出什么样的信号？来看报道。 李强在会见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时表示，一个健康稳定的中澳关系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中方愿同澳方抓紧重启和恢复各领域交流，继续推进外交、经贸、教育、领事等领域的机制性对话磋商，为两国关系改善发展提供坚实支撑。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大市场。 希望澳方对中国企业在澳投资经营采取客观公正态度。亚太地区是中国和澳大利亚的共同家园，中方愿与澳方一道努力，共同维护亚太和平稳定。 阿尔巴尼斯表示，澳中关系十分重要，澳方愿同中方本着相互尊重精神，推进对话交流，深化经贸等领域合作，扩大人文交往，妥善管控分歧，构建稳定和建设性的澳中关系，造福两国人民。澳方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 阿尔巴尼斯表示，他将在今年晚些时候访华。在7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欢迎阿尔巴尼斯总理应李强总理的邀请访华，愿意同澳方共同做好各项筹备工作。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共识，坚持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妥善处理分歧，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改善和发展。 第7次中澳高级别对话7号上午在北京举行，这是2020年以来两国的首次高级别对话。澳大利亚代表团由18名成员组成，涉及高等教育、旅游、交通、文化和媒体等多个领域。澳方由澳大利亚前贸易部长埃默森率队，前外交部长毕晓普及外交贸易部秘书长安思杰也与会。中方代表团则由前外交部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名誉会长李兆兴 率领，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王超、中国前驻美大使崔天凯等中方外交学术各界代表现场参与了对话。 环球时报社评认为，澳方代表团规模的庞大，在此前是不多见的。代表团由澳大利亚两党联合组成，显示澳两党对本次对话的政治支持。代表团成员来自企业、政府、学术和媒体等领域，且都是熟悉中澳关系的人士。这是中澳两国3年多来首次重启上述机制。澳外长黄英贤表示，这是自2020年初以来首次举行高级别对话，代表在加强双边交流 和稳定两关系上又前进了一步。据了解，双方围绕贸易与投资、民间联系以及地区和国际安全等一系列问题展开了建设性讨论。 首先，中澳高级别对话会的重启本身就是中澳关系改善和回暖的一个重要标志。那么，其次呢，中澳高级别对话会它囊括了包括政界、学界和商界各个领域。那么，举行这样的对话会呢，有利于增进双方之间的相互理解，也会接下来推动两国关系进一步重回正轨和两国关系健康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氛围。 去年5月，澳工党政府上台后，与将反华作为政策标签的前任政府不同，把注意力放在了经济发展问题上，注重以对话沟通来处理对华关系。去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巴厘岛成功会晤，这是两国领导人时隔6年来首次正式会晤，为双边关系发展框定方向、奠定基调。之后，两国部长级的对话和互访逐渐恢复。 调整对华外交、改善对华关系呢，是工党政府上台以来一个重要的举措。那么，自工党去年上台以来，我们也看到，就是中澳关系确确实实在工党上来之后，出现了一些变化。那么，工党在处理对华关系方式也比联盟党要成熟很多。那么呢，对于工党政府来说，之所以不断强调工党在对华关系上做的一些事情， 其实本身是证明自己的执政能力，也是向国内显示工党有能力，然后有智慧处理好对华关系。那么，这对于当前澳大利亚来说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7号的例行记者会上指出，今年以来，中澳在经贸领域保持密切联系，开展了各层级沟通交流，推动解决双方关注的重点经贸问题，受到两国各界普遍欢迎。据中方统计，
今年的1到7月，中澳贸易达到了1345亿美元，同比增长5.4%。中方欢迎中澳各界加强沟通对话，着眼于中澳经贸合作的长远发展，本着求同存异、互利共赢的精神，解决彼此的经贸关切，推动中澳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时隔3年，中澳高级别对话机制再度重启，外界普遍认为这标志着中澳关系进一步回暖，而经贸合作一直是中澳关系中的重要话题。在今天的记者会上，新任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在回答深圳卫视记者提问时表示，中澳经济高度互补，开展互利经贸合作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事实上，近年来，中澳双方都释放了非常积极的信息。中国商务部在今年8月初取消对澳大利亚大麦的惩罚性关税，也被视为两国关系的一大进步。分析认为，中澳两国经济合作不仅限于矿产、农产品、水产品等传统领域，还有很多应对新变局的合作领域，如气候变化、绿色低碳、新能源等。同时，面对美国的施压，中国采取更为积极自信的外交姿态，不仅有助于中澳关系的改善，也利于降低澳国内反华势力的调门。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澳大利亚在安全上追随美国，中澳关系潜在的紧张元素并未消失。对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宁团辉分析认为，盲目追随美国并不符合澳大利亚的利益，求同存异是中澳50年来关系发展的经验，差异和分歧不应成为两国关系的障碍。其实过去几年呢，中国与澳大利亚关系出现困难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澳大利亚方面把中国当作威胁甚至对手，那么错误的对华认知导致了错误的对华政策，在事事紧跟美国，那么导致中澳关系不断恶化。我相信澳大利亚方面对这个问题也有一些清醒的认识，就是盲目追随美国并不符合澳大利亚的利益。中澳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求同存异。今天，李强与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进行了场边会见。阿尔巴尼斯主动释放了将在今年稍晚时访华的消息，外交部发言人已回应确认。那您对此又如何看呢？我注意到中澳总理在雅加达会晤是在上午，那么阿尔巴尼斯第一时间就向媒体证实了访问消息。澳方显然把它看作是一项外交成果，希望尽快对外传播。那么虽然中方今天发布的会见稿并没有提到访问邀请，但是呢，明确中方愿意同澳方抓紧重启和恢复各领域的交流，继续推进外交、经贸、教育、领事等领域的机制性的对话磋商。当然了，今天毛林确认中方欢迎阿尔巴尼斯应邀访华，就此呢释放了明确的信号。阿尔巴尼斯今天谈到和李强总理的会见，他用了2个英文词 frank constructive， 坦率建设性。那么这也是对澳中关系基本面持续改善的再确认。虽然两国分歧仍然存在，但是呢已经不构成阻碍中澳对话交流的重大障碍。阿尔巴尼斯他没有明确谈到访问中国的刑期，但是呢他声称连累访华将会要纪念工党总理，也就是惠特拉姆访华50周年。当初呢，惠特拉姆是澳大利亚总理破冰访华的第一人，于1973年11月访问北京。那么这也在暗示，同为工党总理的阿尔巴尼斯，他连累访华呢，应该是在此前后。那么中澳总理在雅加达会见的同一天，中澳另一场中断3年的高级别的2轨对话也在北京重启。中国前外长李肇欣今天在对话会上表示，中澳都应该严肃思考，能够从对话被迫中断3年来悟到些什么。李肇欣就告诉澳方对话代表前贸易部长克莱格·埃默森，中澳关系能不能改善，并且呢能不能进一步发展，这取决于两国能不能正确的认知对方。路透社就特别注意到了澳方对话代表团的人员构成，虽然高级别对话并没有现职的正式官员参加，那么澳大利亚目前呢有工党执政，但是呢代表团也纳入了前自由党的总理比肖普，那么彰显改善对华关系，现在是澳洲2大重党的跨党派的共识与共同努力。我想这实际上也是在2轨的层面对中澳关系改善动能的再确认。